今日这盛况难得一见，何不趁机好好玩一玩？好。子舒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我，你根本进不了户部。你只要惜我、爱我，再高的官职、父王都会给你的。讨我欢心，不比暗途劳形要轻松得多。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，你为何要逼如蛇蝎？谗人高诈，闲事无名，虚节默默喜，谁知无知廉贞。刘子舒，你瞧瞧你这副样子。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，月下独饮，何其可悲呀！何其可悲！郎君，没事吧？我去帮你捡。多谢。治理水患从民生入手，将百姓的屋宅和田地置于首位。居然还有围水筑田、树水攻沙的思路。这样一来，便可以在日后长久地预防水患再发。如此卓而不群的治水策略，想必是花了不少的功夫。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，大王吩咐了，要将他们定期拿去烧了，免得占地方。郎君，你的策论。多谢。高山流水，知己难寻。你还好吧？牡丹，牡丹，刘畅，你才是我心中想要举案齐眉、相敬相爱的妻子啊！你胡说什么呀？牡丹，你与县主联手做戏之事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所以呢？过去是我和刘家愧对于你，你这么做我不怪你。如今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我二人重修旧好，我定会。我方才并不知道面具下的人是你。其次，你我之间从无旧好二字。好，那旧日不提，旧日不提。于此我们就算是初次相识，你我二人重新了解彼此。我已经跟县主提出了要解除婚约，我愿意为了你放下如今的地位和名望，好不好？刘畅，我劝你病入膏肓前，先找个医师好好的治治脑子，
所以你跟他们一样，也看不起我是吧？是，我是宁王跟县主身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狗，谁会看得起一条狗呢？可狗生能大叫能嘶哑，凭什么我都得忍着？你在我面前何曾隐忍过？现在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？你3番4次的纠缠于我，并非是对我情深意重，你只是想从我这里找到你可悲的存在感，让自我感觉没有那么的糟。你想让你的家族荣光平步青云，可你又放不下你的孤高，你无休止的自怨自艾，软弱的将一切痛苦推给是父母的压迫、旁人的不赏识，可你自己呢？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任何。你总觉得全天下的人都看不起你，在我看来，最看不起你的人是你自己。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根本就不是这样。就算我心之所求，可刘家的荣辱全压在我肩上，我如何能抛下这一切呢？若持孤高之心，便守清平之道；若决定逆来顺受，便要承受屈膝之辱。可你非要两者皆求，到最后只会两相倾轧，粉身碎骨。刘畅，先成为个人，再去背你所谓的姓氏吧。先成个人。先成了人。墙角听得有意思吗？穿着大氅，戴着面具，都能被你认出来。你站在这里很难不被认出来吧？何况隔着面具就能看到你眼神中的身兼巨华。忘了是谁带你入楼的？说错了，是隔着面具都能看到你眼神中的博学多才、才高八斗、斗鸡走狗、狗尾续貂、貂……看来这辈子呀，都无法从你这听到一句好话。一碗风凉，别光顾着跟刘家郎君叙旧。你这出来听墙角，就为了送个衣裳？还有，亥时已过，不能出方，恐怕今晚你要暂住欢迎楼了。已经2更了，只有1间房间了。今日选花魁，宾客众多，实在是匀不出多余的客房了。就这1间，还是平日里郎君小憩用的。你家郎君啊，神通广大的，不必拘于宵禁的限制。就算大摇大摆的出方回府，这武侯跟方丈也不敢拦着。不如把这个房间就让给我吧。若我今日偏要做个守规矩的，你当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只有一个办法了。怪不得欢迎楼的生意这么好，连床铺都这么舒服。其实今晚呢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，跟你好好的聊一聊。牡丹想知道什么？芸娘定知无不言。太好了，我今日看你忙得打转，实在不忍打扰你。幸而这客房不足，我才能厚着脸皮挤到你的房间里，向你请教一下生意经。你自己也是店主，花满柱经营的门庭若市，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？我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如今花满柱只是1间铺子，尚可勉力操持，但我以后打算开很多间分铺，要面对更多的客人。牡丹有野心，有魄力，定能得偿所愿。
芸娘，你快跟我讲一讲，这欢运楼又是卖酒菜，又是开客房，还要安排歌舞表演，这么多活动跟生意混在一起，你是如何兼顾的？想要把生意做大，就不能只靠自己，还要多倚仗身边有才干之人。所谓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你要把他们每个人都放在其最擅长的位置，让你的帮手都发挥出他们的长处。大王，承蒙县主厚爱，刘畅敏感妩媚，但所得并非所愿。若勉强成婚，只会对县主不公。刘畅恳请大王能够解除我与县主的婚约。同幼珍拌嘴了。他自幼受宠，性子自然有些刁蛮，你多让着他些便是。我已深思熟虑，并非意气用事，还请大王能够应允。幼珍对你一往情深，为了你的官职数度来求我，你现在突然要悔婚，不仅糟践了他的爱意，又将皇室的颜面置于何地呀？成婚一事，是我出尔反尔，我愿辞去户部员外郎之职，大王如何处置，我绝无怨言。哦，你想清楚了啊？是。好。作为父亲，幼珍的幸福一直是我的心头大事。我曾经顾虑你是为了前程才与她成婚，不过刚才你的一番话，却是君子之言，倒令本王刮目相看呐。来，可塑之才呀！若经一番历练，必成大器。这样，我先调你至别处，至于你能否再生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谢大王，刘畅感激不尽。刘郎君，来吧，尝尝这美味珍馐吧。柯属亮，那是洗马用的水瓢，岂能拿它饮水啊？如何不能啊？哎，你不是说都已经洗净了吗？难道你敢玩忽职守？许家之罪啊！柯属亮为何要刁难我？为何？刘郎君啊，你现在可已经不是宁王的贵婿了，饮水不必用玉盏。这破烂之物，正配你的身份。把他嘴给我撬开，尝尝，好喝的很呐！没喝够，再来一瓢如何？何属令驯人比驯马有一套啊！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哦。新来的人不服管教，让花药师见笑了。您是来挑马的吗？我亲自带您去挑。啊，不必。我与子舒啊是老相识，今日就让他陪我吧。子舒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，连宁王府的婚事都敢推举。
宁王先前亦撮合过您与县主，蒋军不是也拒绝了？谁让县主只对你痴心一片呢？依我看，他是打定主意要嫁给你了。如此矢志不渝，你分明可以从善如流，又何必自讨苦吃呢？蒋军这是来做宁王的说客啊，还是为了你隔壁的邻居，才有此一拳？看来你对我们蒋府的小花匠甚是惦念啊。他诈死，能重获良籍，在长安开出花满柱，这背后少不了蒋军的帮助吧？我只是出了点本金，躺着收利钱罢了。他能有今日啊，都是靠他自己。那在洛阳时，蒋军助他合理，又是为何？他被你们刘家欺负成这样了，你身为人夫毫无作为，还不允许别人行侠仗义了？从前确实是我有负于他的，但我不会永远困在这小小的马厩。待我平步青云，我自会向他求取，倾心以待。你想的倒是挺美，但你有问过何为方愿不愿意吗？我心赤诚，自会打动他。倒是蒋军，为何如此关心他的归属啊？是怕他不能继续为你养花赚钱，还是已生出别的私心？我有什么私心都无妨，但若你的私心被县主知晓了，只怕他又要有性命之忧了吧？言尽于此，还望你好自为之。先前的事，谢过蒋军了。郎君，您为什么要掺和别人的家务事，给自己找不痛快呢？什么叫家务事？他们早就不是一家了。蒋小花现在是我的钱袋子，库里金山银山，您就真缺这么一个漏洞的钱袋子？